我快剑心力最喜欢凑热闹了。想不到唯利是图的快剑心力，也做起了拔刀相助的无聊事情。辛某只是心血来潮，想顺手拍死些苍蝇罢了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没事吧？快走！怎么又是你？你们天幽帮趁人之危，可不光明磊落。快剑心力，你收了他们多少银子？如此死命护驾。很多。说吧，你是自己走呢，还是我新爷亲自动手？既然你选择与天幽帮为敌，那咱们后会有期。走，走，快走！云兄，莫非你也认为我是为翡翠娃而来？难道不是？久闻翡翠娃娃乃江湖至宝，得之者可使武功达到高深莫测之境界，进而称霸武林。只可惜我辛某人无大志，对此毫无兴趣。刚刚辛兄出手相助，是为了钱。要多少，请说吧。刚才辛某猎人头的时候，是车上的姑娘受惊了，此刻拔刀相助，只是想为姑娘压压惊。怎么车上的姑娘没动静了？楚楚，这一趟本来是送我去京城疗毒的，没想到楚楚也遭此毒手。这样吧，我亲自送二位去京城。千万不要勉强啊，否则救人三分会伤及七分啊！如果不把楚楚救回来，我以后就无颜见云子和云母兄弟。楚楚，你终于醒了。
彩玉，铁姨她脉息微弱，灌了药，也针灸过，可是没有什么起色。铁姨为楚楚逼毒，不止耗费真气，连最后的元气都用上了。再加上她本身受伤甚重，这么一来，精气神全部耗尽了。 说话了吗？我是彩玉，你要好起来，一定要好起来。我哥这个人，心心念念的都是别人，从来都不为自己着想。他还这么年轻，还没有成家，往后的日子还很长。 或许我就这么一个相依为命的亲哥哥，我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风爷，怎么样？生意好吗？很好，很好，就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哎呀，我们老板娘不在，那些色鬼一个个都不上门来了。风爷，你来的真不巧，我们老板娘真的不在啊。胭脂人呢？哦，胭脂姑娘她一大早去镖局给郭少爷送酒去了，说是道贺说去就回的，当然送了2个时辰还没回来。依我看，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啊！对呀，所以呢，我们3个专程在这儿等您。我跟太太打赌，你一定会来我们这儿的。对，好，你们在这儿等着吧，别闹事啊。哦，没问题啊，您放心啊，这次锦衣卫再来呀，打死我也不跑了。对，不跑了。新爷，这条路对吗？这一路找来，唐门的人一个都不见。要是在日落之前拿不到解药，云家少爷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。翁太北为了抓住楚楚姑娘，锦衣卫高手进出，江湖人怕惹祸上身，都暂时离开京城了。怎么？小心！我以前走镖的时候，这阵仗我见过，他们的阳气被吸干了。唐三禄常年与毒物为伍，全身奇寒，必须靠吸收男人的精气来驱寒，才能发挥武功。只要他看中了男人，10丈之内无活路。那咱们走。等等，你不要解药吧？哦，对，解药。他们脸上的霜还没有化，唐门的人离开不久。追！风平，把酒给我。把酒给我！喂，把酒还给我！你一大早去送酒，到现在还没出现，原来在这儿喝闷酒。酒是我的，我爱喝多少喝多少，用你管吗？怎么了？
过去又惹你生气了？这个不识相的家伙，我帮你教训他。用不着，少管闲事。我告诉你，我和郭旭的事情，你最好少管，把酒还给我。 你不是走了吗？干嘛还要回来啊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不用你管。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啊？我都这么说了，你还管我？爷爷，我想爷爷。爷爷。 他们都欺负我，这世上没有好人，一个好人也没有。过去他怎么了啊？骗子，大骗子，兄妹之间搂搂抱抱的，男的不是好人，女的也不是好人。你是说过去和彩玉搂搂抱抱？ 还抱得这么紧，不要脸！怎么，他在你面前搂搂抱抱了？抱了，我偷偷看到了。你偷看到的？我偷看又怎么样？他们敢抱，还不能让别人看了吗？说不定他们早就知道我要送酒去，故意抱给我看的。 过去他不是这种人，他就是这种人。他呀，比你坏多了。不，他不比你坏，他也有好的时候，你也有坏的时候。我哪里坏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你还笑，我都难受成这样了，你还笑话我。 还说不会，那好吧，我帮你去教训过去啊！哎，回来！谁让你多管闲事啊？你既然这么生气，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他，骂个痛快？他在哭啊？过去在哭？彩玉在哭。好了，别再蛮不讲理了。 过去和彩玉要有私情，早就有了，还能轮得到你看见？再说了，彩玉是个不容易哭的人，她哭肯定有她的道理。快来！在那边！快打！喂，
把解药交出来，我就放你一马。解药拿去，放我们人！脉息正常，解药有效了。大家去看一下吧，铁一醒了。哥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再多休息一会儿吧。我没事。铁一，身体怎么样？哥，楚楚姑娘来看你了。我好了，铁一哥，你冒着生命危险救我，楚楚无以为报，请受楚楚一半。云家和咱们常家不是外人，姑娘不必这么客气。楚楚，救命之恩，非同小可。程兄，你救的不只是楚楚这条命，更是我们云氏一门。请受我云三一拜。云兄，自己人不必多礼。话不能这样说。当年两位师叔为了护送我爹遇难身亡，这10几年来，我们云家一直无颜见你们。如今你又不顾性命救楚楚，这大恩大德。云三兄，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，就是没有把我当成朋友。我关不离景山坡，将军难免阵伤亡。既然开镖局接镖走镖，就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。当年的意外，谁都不想看到。既然发生了，就不能屈人任何人。若是云兄仍然如此多礼，就是看不起我程某人。可是不要再说了，要是以后再说这种话，就是无视我们云城郭3家的交情。云兄，铁一说的对，咱们不应该分彼此的。说的对，云城郭3家一条心。哥，新兄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大恩不言谢。以后用得着郭旭之处，新兄尽管开口。我不是帮你，别自作多情。就算新兄这次不是为了我出手，但救了云三一命却是事实，郭旭还是要谢你的。要谢，就谢风平和胭脂吧。为什么要谢他们呢？
如果不是他们出手相助的话，挡住了唐门的人，我和侯爷也不会这么容易把解药拿回来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可是他们怎么会和星兄走到一块去了呢？他们没和我走到一起，只是恰巧相遇罢了。告辞了。哎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天色已晚，何不在咱们这儿多住一宿？对于我来说，黑夜和白天是没有不同的。参见指挥使。我不是说过不许打扰我？你来此何事？指挥使恕罪，卑职有重要消息前来禀报。说。黄昏时分，卑职正在盘查江湖人士，却发现快剑新力和侯坤一起出城。这二人一个是江湖杀手，一个是长风镖局的镖师，却走在一路。卑职觉得甚是可疑，于是亲率属下跟踪，却发现他们二人竟是去找那唐三姑夺取唐门解毒药。程铁一受的只是皮肉之伤。
谁？只会是高明。卑职当时也是这么想，因此，卑职觉得那中毒的另有其人。你认为会是什么人？是偷盗翡翠娃娃的云三和那个叫楚楚的女子。做得好啊！要知道新力为何夺唐门的解药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到长风镖局去走一趟。卑职请令，这事儿就交给卑职去办。记住，千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，卑职明白。不过还有一件事儿，那顺天府捕头风平和血手胭脂在半路上帮助新力和侯坤，夺取了唐门解毒药。那风平和长风镖局的交情笃深，帮他们一把不足为奇。当务之急是我们要知道，他们夺取解药究竟是要去救什么人。卑职明白，卑职这就去查。卑职告退，去吧。练到极限时，武功尽失，即使是手无缚鸡之人，也一样能取他的性命。都已经过了那么久。锦衣卫还是查得那么严，你不觉得孟太北为了追回翡翠娃娃如此劳师动众，有些奇怪吗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寻常？的确有些不寻常。凤平说那天找他们三姑索取解药的时候，被锦衣卫盯上了，说不定我也被他们列为嫌疑人。难道锦衣卫要抓的是侯叔、长风镖局的人？你跟风平哥的交情大家皆知，我想我们还是小心为好，赶快回去，以免他们问起来我们有理说不清。是啊，这人倒霉的时候啊，喝凉水都塞牙。我爷爷常说，万事要小心，你们两个可要小心一点儿，要不然走在大街上都会让人把你们当贼的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管不着，你们两个能散步，我就不行吗？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说算了。我问你啊，新力抢的那个唐门解毒药到底好不好用啊？云三有没有醒过来？你怎么不在家看着他呢？他是不是已经好了？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你快告诉我呀！胭脂，快别说了，会有祸事的。祸事？能有什么祸事啊？国旭，要不我跟你去长风镖局看看云三哥吧，他的毒到底有没有解，病有没有好啊？啊！看你这表情，他一定是还没好，他到底上是什么样啊？哎呀，你说话呀！想急死我不成啊？啊！胭脂，安静。还不让人说话了，我偏说。奇人之福，真是叫人羡慕啊！啊，不打扰了啊，走。去，请坐啊。去，久闻神鞭大名，小人敬仰了。六爷久走江湖，咱们这些客套话就免了吧。六爷想必已知曲某的来意啊。曲爷过奖了，小人愚蠢，真不知道您的来意。我是来找贵少局主的。啊，
原来屈爷是找少局主啊，真不凑巧。你也知道少局主的朋友满京城，说不定这个时候他陪着小鹏王爷去游玩了。少局主交友广阔，连咱们指挥使他都不放在眼里。屈爷，你言重了。我们镖局吃四方饭，无论是皇亲国戚、三教九流，都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翁指挥使威震京城，我们小小的镖局还得仰仗他赏我们饭吃呢。六爷是明白人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了。屈爷，请讲。六爷想必知道，那小财神邓仁府上丢失了那12只翡翠娃娃。哦，在下略有所知。那六爷可知，那12只翡翠娃娃是太后赐给小财神夫人之物？在下听说过。咱们可得到消息，长风镖局窝藏了偷盗翡翠娃娃的一男一女。屈爷，你的消息肯定有误。我们镖局深知江湖规矩，怎能窝藏一个盗匪之流啊？屈爷，你要明察呀！明察？你放心，我会明察的。哎呀，屈某这是头一回来贵镖局，想参观参观贵镖局。屈爷，少局主不在，在下做不了主。你要参观本镖局啊，是不是等少爷回来？六爷如此紧张，莫不是贵镖局真的窝藏了偷盗翡翠娃娃的盗贼？啊不，绝无此事。六叔，左前使光临本镖局，那可真是稀客呀！来，在下为曲爷引路，参观参观咱们镖局吧。少局主客气了，我怎敢劳烦少局主你呢？刚才六爷说少局主与小鹏王爷出游，想不到却是携二美同行，少局主好闲情雅致啊！你别胡说八道，什么2美3美的？她呢，是郭旭的妹妹。哎，我才是郭旭身边唯一的美。今天你既然在这儿，我倒有话跟你说。你们锦衣卫封锁全城，到处抓人，让我店里的客人可少了不少。回去告诉你们那个指挥使，这贼人呢都会飞檐走壁，高来高去，就像你们这样，能抓到个鬼呀？我看也就只有饭桶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来。别说，现在咱们俩关系不一样了，好歹你也要向着我说话呀，不向着我就闭嘴。我说锦衣卫大人，你们这样真的让老百姓很不方便，很不方便。我的话你听没听到啊？成交了。走。你别骂我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刚才跟那个老狐狸胡搅蛮缠，他能这么容易就走吗？想不到你平时大大咧咧的，还有这份巧思。你想不到的还多着呢。不过刚才在大街上，你也挺让我想不到的。你不害羞啊？他们的毒药如此强烈，这双手算是废了。真想不到，连他们的解毒药都无法将你的手完全治愈。解毒药对症，可是唐门三姑留了一手，云三哥中的不止一种毒。要不是其中一尊翡翠娃娃我挤不出来，不然云三哥的手早就好了。真是可惜。有人解不出来？难道这12尊翡翠娃娃中有假的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但就是其中一尊不太对劲。不过真的如我所见，
这个翡翠娃娃果真是医学和武学的宝典。难怪世上有这么多人为了翡翠娃娃不惜一切代价，即便是丢了性命，也要得到它。可是就是得到翡翠娃娃，那有什么用呢？郭兄，锦衣卫已经怀疑你们窝藏我和楚楚了，我们不能在此久留，要不会连累你们的。京城现在风声鹤唳，锦衣卫全部出动，四处盘查，查得滴水不漏。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，你们只有在此处才安全。可是，那个屈星武一定不会罢手的。他可不敢搜我们长风镖局，除非他不怕小鹏王爷砍他脑袋。还想跑？带我回去！走走走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问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为什么？我怕告诉你了，你会笑话我呀，所以啊，不能说。我什么时候笑话过你啊？上次你就笑话过我呀，所以啊，这件事儿就不告诉你。好，你不说是吧？我走了。喂，你回来！怎么了？看你这么想知道，那就告诉你吧。我刚才想知道，现在不想知道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说变就变呀？刚才明明想知道的。好吧，说吧。我跟你说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要把这条街，啊，全部都买下来，太有纪念意义了。把这条街买下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吗？刚才就在这儿，顾旭亲了我。你不相信啊？真的，亲嘴哦。郭旭这个人啊，有时是挺冲动。是啊，他呀就是太冲动。不过，我喜欢他冲动。他不冲动，我们两个怎么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呢？
万事一统江湖。总护法，本座闭关期间，江湖上可有什么大事发生？回帮主，近期出现的大事乃是翡翠娃娃重现江湖。启禀帮主，这一次如果不是郭旭和程彩玉冒充翁熙珠及其管家，暗中通知翁太北，那罗一飞就不会冤死在北镇抚司诏狱中，那我们也就能够顺利的拿到翡翠娃娃。翡翠娃娃乃武林至宝，难道除了本帮，就无人觊觎？啊，帮主英明。这次为了争夺翡翠娃娃，江湖中各门各派齐聚京城，而对本帮最大的威胁，也就是四川的唐门。唐门三姑那个老姨婆怎么还没死？唐门三姑曾经和快剑新力交过手，结果如何？唐门三姑没捞到什么便宜，不过当时新力有捕快风平出手相助，还真挺热闹。启禀帮主，本帮行事一向恩怨分明，有仇必报。这一次若不是长风镖局的郭旭从中作梗，那罗一飞也不会死在诏狱中，所以我们绝不能轻饶郭旭。此去长风镖局到底有何收获啊？禀大人，长风镖局少局主郭旭无心打理镖局之事，镖局已是名存实亡，门前车少马稀，镖师已离开大半，只剩下几个老镖师在那里养老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照你这么说法，长风镖局可以排除在可疑名单之外了。是的。长风镖局的老镖师侯坤和快剑新力，为何要逼唐门三姑拿解药呢？且不说快剑新力，侯坤可是在长风镖局待了20年的镖师，若盗走翡翠娃娃之人与长风镖局没关系，为何他们要冒此大险呢？这个卑职。你是不是被风平打败之后，脑子都不管用了？大人，卑职知罪，请大人开恩。带他进来。是。把人带进来。打，走，快走。走，跪下。指挥使饶命，指挥使饶命啊！我问你什么，你答什么。只要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非但不会要你的命，还重重有赏。小人遵命。你是不是在渡口与云三和一位叫楚楚的姑娘交手啊？是的。继续讲。回大人，当时云三已经身中唐门的伏骨尸毒，却抵死顽抗，小人就认为这翡翠娃娃就在他身上。我不要听认为，究竟翡翠娃娃在不在云三的身上？回大人，翡翠娃娃确实在云三身上。好，曲兴国，卑职在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云城郭三家乃是世交，现在京城里头风声鹤唳，云三和楚楚姑娘身中剧毒，应该走投无路了。
他们只能投靠长风镖局。智慧是高明，卑职该死。要探人家的底细，就要挖人家祖宗18代出来。不这么做，如何堪当锦衣卫啊？卑职知罪。智慧是，卑职有一事不明。说。据传那翡翠娃娃能练盖世奇功，又能解天下奇毒。既然云三身上有翡翠娃娃，何必还需要那唐门的解毒药？倒是又变聪明了啊！这回是否要卑职带人包围长风镖局，捉拿云三和楚楚姑娘？过去有小鹏王爷做靠山，我们不可轻举妄动。只要他们还在长风镖局，我们随时可以手到擒来。卑职遵命。你派来的全都是饭桶。哎呀，女儿啊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又放什么脾气啊？你说要把我们家保护得滴水不漏，结果半夜还是有人拿刀闯了进来，故意逼邓忍说出把翡翠娃娃送给那个狐狸精。你笑什么？大饭桶带小饭桶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好是，爹是大饭桶。好在你跟邓忍都没有受到伤害啊。我也奇怪呀，那个人气势汹汹地冲进来，可是并没有伤害到我们。你老实说，那个人是不是你派来的？哎，你那个老公啊，是不打不成才啊！你敢？要打也是我可以打他。你要打，去打那个狐狸精。哦，好，爹答应你。爹抓那个狐狸精回来，把他五花大绑送到你面前，任你处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剥他的皮，抽他的筋，我要打死他，我要狠狠地打他。好。哎呀，乖女儿啊，爹都答应你，你也要听爹一句话。夫妻床头吵，床尾和，关起门来没有事儿不好解决的。你等会儿啊，弄点好吃的给他啊。嗯。哇！当当，老公，你饿了吧？饿很久了。慢着。啊？怎么了？先放下，我有话说。啊，你快说。夫妻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有道理。慢着，跟着我念一遍。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可以了吧？我要吃。哎，慢着，你就知道吃，我话还没有说完呢。你有话一次说完可不可以？我这是为了我们夫妻好，夫妻之间什么事情关起门来都好解决。念一遍。夫妻关起门来什么都好解决，你念一遍。你吃了啊？慢着。这个呢，是我们夫妻相处的守则，你要把它念会，2句一道念。夫妻床头吵，床尾和，想吃就要记得住，想吃就要念出来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不耍我，我给你吃。你干什么？我干啥？我干给你看。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。你怎样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他妈恨死我自己了。我生在这个小财神府里面，我肯定上辈子是做了坏事。对，我上辈子肯定是个坏人，那就对了。你谁呀？你怎么会在我这里？我是你老婆呀！你是我老婆呢？我是谁？我是狗。耍我，耍得过我？
我知道你们都在里面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呐！大小姐不在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找大小姐？你天天来敲门，我们谁不知道你要找大小姐？她不在。哎，切！你让开！我跟你说了啊，大小姐不在。行，那我就在这儿等她回来。今天她要是不还钱，我还就不走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长风镖局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你别耍无赖啊！是你们耍无赖，你们欠钱还不许人追债，你们镖局啊，从上到下都是无赖。你们不如把这长风镖局的牌匾摘下来，改成叫无赖镖局才对呀！哎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六爷，什么事儿？六爷啊，过去这镖局的门常开，现在常关，这存心是不让我这个债主登门呐。不是啊，欠钱还钱，欠债还债，天经地义。我们镖局啊，哪能不让你上门啊？这话呀，你跟他说去。他在这儿拦我半天了，愣说大小姐不在。不好意思啊，最近镖局生意不太好，你能不能宽限几天呢？谁不宽限呢？上次看大小姐面子，说好了月底还利息，到现在连个一耳也没见。他不管有没有，他总得有个回话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以往我们镖局啊，从未欠过人这么多钱，这回大小姐可真是有难处啊。她有难处，我就没难处吗？那钱庄啊，也不是我开的，我呢，也只是个伙计啊。是大小姐，掌柜的，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宽限个几天？那我也就不好意思了。今天要是拿不到钱呢，我还就不走了。这，要不然，你拿你镖局的房产抵押给我也行啊。掌柜的，对不起，能否再宽限个几天？哎，你别说了，上次宽限，这次宽限，你干脆说啊，欠人的5000两银子不还了。你要是来讨债呀，就让你来的去不得。少局主，不是？你看，少局主，你天天和小财神在神仙居里当神仙，一掷千金啊！我就想不通了，为什么你们欠债不还呢？啊？咱们欠了多少钱啊？也不多，5000两白银。掌柜的，这张银票你拿去吧。1万两。你信不过长风镖局，那么小财神的银票你总信得过吧？是啊，这小财神的银票全国通行，这铁打不烂呐。拿去吧，我们连本带利一次结清，该找回多少就找我们多少。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呀，还请少局主见谅啊！大小姐、六爷，刚才一时心急说的话，你们呐可别见怪呀！啊，少局主啊，其实呢，再缓个1年半载的也行，利息呢还能优惠。不用了，刘叔，你陪掌柜的回钱庄连本带利一次结清，咱们不欠债不欠情。好嘞，少局主，商六遵命，请吧。哎呀，少局主啊，在下先告辞了。您有空啊，到钱庄来喝茶。这钱庄上上下下呀，都随时恭候您的大驾啊。有空我会去的。哎呀，大小姐，刚才呀，实在是对不起啊。你慢走。掌柜的，请吧。哎，好好。你拿小财神的银票还债，是不是决定接小财神托你保楚楚的那趟镖了？彩玉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镖局已经债台高筑，欠人家那么多钱。镖局这么多年都没有正式走过一趟镖，有没有负债你心里有数，只是不想面对罢了。钱庄掌柜今天来得好。楚楚是云家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小财神真正想保的是对楚楚的痴情，可是他恐怕要失望了。现在所有的一切全部变成了空想。说重点，别跑题。这笔钱和人情是我欠小财神的，和长风镖局完全无关。怎么会和镖局无关呢？
你是长风镖局的少局主，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，还是在外面欠了债，都代表长风镖局。这次长风镖局欠钱庄的债，只是转到了小财神邓忍的身上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小财神邓忍并不会收你利钱，可是对外我们还是负债5000多。干嘛这样看我？你以前可不会这么算计的。那是会变的。小时候你很仗义，如果有人欺负我，我哥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你就会帮我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不太记得了。你是不想记得。一场意外发生得太快，你爹突然离世，还有你娘突然病逝，把你的心都带走了。我知道你想的一直比谁都多，只是你故意都不说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话想说，但是你宁可别人误会你，你也不说。我哥每次看到你就想揍你，但是只要外人说你不好，他可是会跟人拼命的。咱们爹爹下葬的那一天，你把你爹的剑抛进了墓中，我哥把我爹的盘龙柜拿着就离开了。从此后，你们就注定走不同的路了。你要是觉得辜负了对别人的承诺，为什么不把镖局关了？哼，我知道了，你无法关镖局，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你爹，对不起侯叔，对不起六叔，也对不起我哥，甚至对不起你内心对镖局的眷恋？我没有。如果没有，你刚才在烦恼什么？我知道你对你爹的眷恋，我哥也是一样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六叔、侯叔他们干的是保镖的行当，本来过的就是刀头舔血的日子。你这样做不就是抹杀他们的生存意义吗？这样会让他们觉得活得毫无价值。彩玉，听着郭旭，我现在不说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了。郭旭，我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，朝夕相处，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一直都很清楚。我一直在等你，像个男人一样。今天，我终于等到了。可是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。郭旭，你知道这世上做什么事情最让人觉得痛苦和累吗？什么事情？就是做一件明明知道毫无希望，但还是要做的事情，最累。彩玉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不好。你我之间不需要说这种话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把这担子挑下来，我不怕辛苦，不管多苦我都愿意。只是你这样对你自己，你就是不肯面对你自己的内心。你从来都没有杀死过人，可是你却杀死了自己的心。少局主，邓夫人来了。邓忍被狐狸精迷住了，他都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我好心为他做了一桌好酒菜，全叫他撒了一地，还胡言乱语，汪汪汪的学狗叫。你说他是不是中邪了？啊？他在学狗叫吗？学得像吗？哼，你还问这个？
我实在想不到办法。我想来想去，我只好想到你了。你还不快去看看他？啊，那好吧，我听你的，我去劝劝他。嗯。我是来还你银票的，还差5000两，算我欠你的。顾旭，我们上回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难道一诺千金的你也会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话？不是说话不算话，而是事情起了变化，恐怕这趟镖根本不能保了。你坐下，坐下，说清楚啊！你不说清楚的话，这银票我不收，我不能退。来，好吧，老实告诉你，楚，我找到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他没事吧？啊？他没事，只不过你对他的那份痴情和梦想，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楚是云家庄云武未过门的媳妇儿。你骗我，是翁熙珠让你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是不会对你开这么残忍的玩笑的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云家庄在江湖上是有名的第一庄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，和熙珠好好的过日子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怕了云家庄，对不对？笑话，我们镖局和他们是朋友，我怕什么？我看你简直是糊涂了，你怎么能去追求人家未过门的媳妇儿呢？不是怪我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情啊，哥。啊，要是我知道的话，会这样的吗？那楚他现在在哪儿？长风镖局。来，带我去，快！这道门，你走得出去吗？我警告你别乱来，你岳父可是军令如山，现在京城到处是风声鹤唳，我现在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护送他们离开京城，安全地回到云家庄，你明白吧？不是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这5000两银票也可以收下呀。楚既然是云家庄的人，就和你无关了，自然不需要你脱镖，你拿回去吧。顾旭，你是一诺千金，自然我邓仁也是。上回我的确喝醉了，但是我现在清醒的。我现在正式向你托镖，有请长风镖局郭少局主护送楚姑娘安全回到云家庄。小财神，楚是云家庄的媳妇儿，你得明白。楚未来是谁的媳妇儿，这不关我事，但她的安危就是我的事。再说这人世间风云难料，楚只要活着一天，我邓仁总有希望吧。小财神，我想问你，你真的知道翡翠娃娃的价值吗？你就那么甘心送给了楚？当翡翠娃娃不见的那一刻，我看我岳父那火烧屁股的模样，我就明白，翡翠娃娃一定不是一般之宝。后来我查清楚了，原来这翡翠娃娃是武林至宝，啊！可惜它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只要楚他喜欢，没问题，送给他嘛。顾旭，其实人生呢，就如做生意一样，只要我想好了，我看好了，我决定了，就实行了。好，既然这是你真心送给楚姑娘的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
不过此事呢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，皇宫大内早晚会知道。万一追查起来，你怎么办呢？只要我不连累任何人，啊，我开心，我喜欢，谁能管得着我？难怪西珠说你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变，也是他逼出来的。不旭，咱们兄弟这么多年，我所受的罪和苦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啊。我真不知道你发生这样的变化，对你是福还是祸？是祸是福，我绝不反悔。好兄弟。不寻常。再说这房里的好儿郎，该邪归正、淳朴善良、冀北三郎的喜革面，如今是酷狼、暴狼、乖乖狼。大家看，别着忙，咱把他们请出场。太神奇了！人家在家闷得慌，我不要回去。小啰嗦，赶紧回家！这是要男人欺负的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是为你好，这种不三不四的地方会学坏的。说说这位大叔，我这儿怎么成了不三不四的地方？这可是正正当当的做生意。对呀。哎呦，我说胭脂姑娘，正正当当的生意。这男女授受不亲，可你这儿啊，都整到一块儿去了。你这青楼还是青楼的规矩，你这比青楼还乱呢！你给我回去，死丫头！跟爹走。走走走。哎，各位，没事啊！今晚是胭脂桃花夜，大家尽兴，酒不醉人人自醉嘛。大叔这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借酒撒疯，我血手胭脂就一脚把他踹出去。来，咱继续。不害人，你们要我这样无故的上门，与法不合吧？你不是疯骨头吗？你就给传达个命令呗。就是我去胭脂酒坊走一趟便是。那好，我去你去上，你回去吧。好吧。走，不然还能。怎么了？吵吵闹闹的，胭脂她又闯祸了？人家酒坊做得好，招年轻人喜欢，他们的爹娘来投诉了。哎呀，她满脑子里啊都是那些离经叛道的鬼点子。哎，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就把酒坊经营得那么火，胭脂也真不容易啊。
你不是专门到这儿来夸胭脂的吧？小财神被老婆关家里出不来，要我找你帮他弄几坛胭脂桃花酿解解馋。你干嘛不去啊？我没空啊，而且小财神是找你帮他买酒，又不是找我。那一坛上等的桃花酿，这些应该够了吧？哼，你做了亏心事，不敢见人家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我是真的没空。这几天镖局里头事情太多了，彩玉她忙不过来，我得去帮帮她。那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镖局事多，与你何干？回来。等你买回来再说吧。你不回来，我不买啊！干嘛？你把人家怎么了？什么对人家怎么了？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真的不懂啊？要我说吗？你听到什么了？人家都告诉我了。哪个人家？谁敢那么多嘴啊？胭脂。胭脂？他能告诉你些什么呀？你别想套我的话，我跟他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。真的吗？风平，你想想，以咱们俩的交情，我会骗你吗？我可能骗你吗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啊！胭脂跟我说，他那天被你拉到大街上，强迫跟你亲嘴，你怎么不害臊呢？你问他了？我没问他，他自己跟我说的。他怎么这么不害臊呢？他，胭脂还说你像抓小鸡一样，搂得紧紧的，他挣都挣不开，还亲得人家喘不过气来呢。哎，我没有搂他搂得那么紧，他如果想睁开的话是可以睁开的，你知道吗？哼，这么说你是情非得已的，他半推半就，你吃亏了吗？哎呀，我没这么说，我只是当时情非得已，我不是故意要占他便宜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会对彩玉这样情非得已吗？哎呀，你干嘛？审问犯呀？有人很遗憾，为什么他没有碰到这种情非得已的情况？是不是这样？重点不是这个，你亲了人家的嘴，就要负责。我不过就，你说的太严重了吧？你的神仙居这么做不算严重，可你亲了人家黄花闺女就很严重。拿着，自己买桃花。